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侦查君普文。今天又到了普文讲茶的一个时间。前几天有一个茶友寄回来一款古树赛红，他叫普文帮忙评测一下这款茶是不是古树赛红。普文已经把这个茶倒到这个钵里面了大家看一下，这是这样一款红茶，毫并不是很多，芽头黄毫不是很多，这个茶条做的都是比较干净卷曲度各种都还是比较好，断茶都比较少。我们来讲这个茶之前，普文先跟大家讲述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去推理一个茶的制作工艺。从一个成品去推理一个茶的制作工艺，是为了证明这个茶我们如何喝懂茶看懂茶。所以建议所有茶友在喝茶的时候要去了解这个茶的制作工艺在哪里有缺陷，哪里有问题，这样的话我们更快捷的能懂得这个茶。水已经煮开这个茶条索非常大，从这个茶条我们直接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茶萎凋的时间它相当不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色，开汤的一个汤色非常舒服，颜色非常的亮丽，非常的好。这个茶香马上出来了，但是这个茶香并不是那种非常浓郁的花香，但是这个茶是不是古树来制作，我们要进一步做一个判断，不能光以这个汤色来断定它一定是个古树。一个好的红茶它需要具备几个特点。第一个，条索要完整要漂亮，条索的完整度决定了这个红茶第一感官。这个第一感官呢，需要制作上哪几个步骤是特别需要注意的。第一步，采摘，采摘完之后的一个萎凋它非常重要，萎凋好坏直接决定了这个茶在揉茶的过程当中揉捻的程度有没有碎化，严不严重，都是靠萎凋的时间来决定这个茶好不好。然后是一个发酵，发酵好的一个茶，它的茶条茶毫金黄能显，茶叶叶面都是油黑。好，我们来冲泡喝的一泡，注水单点，一满茶条为准。红茶出汤要快，要快速出汤，不要闷。来，大家看这个茶汤非常清透我们来闻一下茶香。好，第二泡的时候，这个茶有那种焦香，微微的焦香出来了。普文就直接告诉这个茶友，这个茶并非是一个纯晒的一个茶我们通过香型能做一个准确的判断它有没有经过烘焙。但是普文告诉大家，这个茶是经过烘焙的，但是它烘焙的温度很低，没有对制作工艺特别了解的茶友，它不一定直接能喝出来。酸味往往晒红很容易闻出，入口明显的有一股烘焙的味道，汤感厚重度都还是比较可以，略微有一点涩底这个茶肯定是一个大叶种。我们从茶条跟口感上能做一个简单的辨别。普文再进一步往下给大家讲述。好，我们来泡第二泡快出汤，汤色做得非常的漂亮。它的发酵程度来看我们直接告诉大家，它的发酵程度其实并不是很高，但是香气不够足。为什么这个香气不够足呢？因为它是一个低烘的茶，烘焙的时间它不短，汤感中是非常明显。而且普文可以直接告诉大家，这个茶的叶底均匀度不是特别高。待会儿我们检验叶底，焖泡之后检验叶底，分析给大家来看。色底有点出来尤其红茶用高温去泡制的话，把这个茶的缺点完全能展现出来。好，我们焖泡一下叶底，让它充分展开之后，我们来检验一下
这个茶的叶底，3分钟，普文常用的3分钟。3分钟之后，什么酸味啊、汤色是不是古树啊，一切明了。等待3分钟之后的结果。好，3分钟时间差不多到了啊，我们出汤看一下，这个汤色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啊，已经成为一个酒红色的一个汤色，非常深啊。我们来闻一下它有没有酸味，酸味道不出，但是出来一个发酵的一个味道。这个发酵的味道呢，我们在制作红茶的过程当中呢，是如何把它去掉的？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讲述一下是在哪一道工序，就是在于烘焙。这个烘焙呢，它非常特殊，因为这个茶它是一个低温烘焙的，所以它去不了这个发酵的味道。这个发酵它是不深的，但是还是去不了这个发酵的味道，在于它的烘焙温度过于低，所以一闷泡之后，这个发酵的味道就自然的散发出来，但是不是很重啊。真正的好的红茶烘焙前期的温度一定是高温，能够让它有一个快速干燥的一个过程，然后再逐步的降温，在高温烘焙一定时间，让茶条中的水分大部分散发之后，那我们要采取温度降低的一个烘焙。像普文在对这类毛峰类的茶做烘焙的时候，前面的温度基本上会是在115度高温烘焙1个小时左右，然后再降到90度来烘它半小时啊，这个是在提香机当中完成的。然后最后一道打火是来提这个香，让这个茶叶出甜味和完全干燥的一个过程。一般烘焙好的茶，它不会有焦香，是薯香啊，干茶条是薯香，冲泡之后有浓郁的花蜜香，大叶种容易出花蜜香，而且它的甜度会非常的高，发酵越深，花蜜香越没有。像现在的红茶在做的一个发酵，基本上是在60-70%的一个发酵，尤其是单芽类不会深度发酵，深度发酵很容易出现发酵过之后酸，茶汤浑。好，我们把茶条倒在这个上面来检验一下这个茶条，大家看一下这个叶底棕色和绿色啊，其实这个茶叶发酵，它的发酵已经是不均匀了啊，其他的叶底啊明显有不均匀的地方啊。那我们来检验它是不是古树。从口感上来说，它的茶气是不足的，从拉丝来辨别一下，很短啊。这个茶在进行很短，这个茶并非古树啊。这个茶友买的时候是古树赛红，第一点，它并非是赛红，它是有一个做过轻烘的一个茶。第二点，它的制作工艺上出现了问题，它的萎凋时间是足够的，但是它在揉茶之后的一个发酵还不够深一点点，叶底来说不均匀。第三点，这个茶并非是古树，但是这个茶是大叶种茶并非是嫁接种茶普文可以直接跟这个茶友做这么一个判断，仅供他做一个参考。但是普文给大家推演的一个制作工艺，相信大家能学到更多的知识。茶友寄来的古树赛红的品测就到这里，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普文，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原产地、真实的检测。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见。